你的日子是否开始感到空虚、寂寞、冷？你是不是开始怀念起从前那种自由自在、热情奔放的舒适呢？那你打了吗？你真的打了吗？要不要一起打？大家好，欢迎回到 Do Love Economy 频道，我是邵荣。这一期影片比较短，主要是想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去鼓励大家打疫苗。大家还记得在前2集的影片中，我们来谈过博弈论吗？其实打不打疫苗的选择也是有关博弈论的。如果今天你只是在等别人打，等国家自动达到群体免疫，摆脱疫情，那你怎么觉得只有你那么般待，其他人就不会那么想呢？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如果你是符合施打疫苗的人，那你就去施打疫苗，以身作则，并且鼓励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去报名施打，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加速达到群体免疫。当然啊，那么伟大的事情当然是由我们的后置团队决定身先士卒去报名施打疫苗。其次，这是一个外部性问题，今天你不施打疫苗，不只会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他人。万一你成为了超级感染者，你就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引发另外一波感染群。如果你已经打了疫苗，那你体内就会有了抗体，染病几率也就大大降低。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个数据好了。截至3月10日早上8点为止，我国已有468万人注册接种疫苗，大概占总人口的不到15%。已接种1剂疫苗的则有将近20万人，占总人口的不到1%。意思是在马来西亚，实际接种人数以及报名人数都还很低。那全球情况又如何呢？根据中国报3月11日的报道，全球已有3.014亿人接种新冠疫苗，占世界人口的3.8%。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3亿多人当中，有60%以上的人都是来自5个大国，包括美国、中国、英国、印度以及巴西。意思是，其实还有很多小国，比如马来西亚，比如新加坡，他们的接种人数还非常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所说，如果我们要达到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率必须达到70%。群体免疫指的是，当疫苗接种率达到了临界值，则可以保护人群免受病毒的侵扰。可是从目前的数据看来，我国乃至全球离这个群体免疫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松懈。相信大家之所以犹豫着不懂要不要去报名疫苗接种，乃是担心这个疫苗的功效以及它的副作用。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以色列是全世界接种疫苗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截至3月10日，共有500万以色列人共接种了1剂疫苗以上。我们之所以会说至少1剂，是因为如果你要完成整个疫苗接种工作，你需要打2剂疫苗。而接种1剂就表示有些人已经打了1剂，有些人已经完成了。那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以色列人是已经完成了整个疫苗接种呢？答案是370万人，占该国人口的大约40%以上。以色列研究人员发现，仅注射1剂新冠疫苗可能会导致病毒载量降低。如果人在首次注射后被感染，他就很难去传播新冠病毒。来自该国最大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Khaled 发现，在接受2剂辉瑞疫苗的60万人当中，有症状的 COVID-19 感染群下降了94%。研究人员还发现，完全接种的人群因为这病毒而患上严重疾病的可能性要低92%。以色列的例子已经证明了新冠疫苗的功效，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大家最关心的副作用问题好了。接种疫苗后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头痛、疲劳和头晕，其次是发冷和恶心，也有民众会感到肌肉酸痛、发烧、关节疼痛和注射部位疼痛等反应。其实疫苗出现副作用是一种普遍现象，说明疫苗已经预期在你的身体产生了功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发布新报告，在美国启动疫苗接种工作的第1个月，即2020年12月14日至2021年1月13日期间，疫苗接种量已经超过了1370万剂，而只接受到6994宗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事件的报告，其中只有640宗最为严重。1370万人接种人数当中，只有640宗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它的概率为0.0047%，是非常低的。不只是美国疫苗，中国的国药集团新冠疫苗也接种了1000多万剂，未接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总结，达到群体免疫是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理性分析这当中的利弊之后，勇于报名接种疫苗。首相穆尤丁也暗示，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动用疫苗护照来处理通关事宜，可见政府是相当认真的，至少比承认统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没接种疫苗的人，可能未来连跨州出国的权利都没有。难道你并不想念飞机上此起彼落的小孩子哭声吗？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施打疫苗，早日战胜疫情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少荣，我们下期再见。最后，我知道大家都累了，我只想要默默问一句：蝙蝠有真的那么好吃吗？